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，千万注意了，手中元宝未形成，并非绝对是富人，不进财反而漏大财。手相来看，杂文比较多，爱操心，也比较操劳，自身事业财运都不错，手指指缝间隙较大，手中元宝未形成，财库大门敞开，漏财的情况比较严重，感情婚姻方面尤为不顺，特别是今年手相中元宝纹需要紧密闭合，否则没有真正形成元宝，导致财进财出，所以元宝纹也是对于形成的条件有要求的。真正的元宝纹不能有其他杂纹干扰，三条主手相纹要清晰，同时元宝纹中间不能再有其他纹路横穿，否则也是影响财富的大小。手相来看，属于双重性格，有活泼开朗，也有一些优柔寡断。手相中的问题比较大，右手感情线出现了明显的中断，在恋爱婚姻上必定会经历一次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。正缘近几年都未出现，在婚前至少还要经历2次恋情，所以在婚姻上建议尽量晚婚为宜。另外，手相中金星丘出现了青金，要注意腰部酸痛和风湿关节的问题。第二，最富贵的12种手相特征。1. 手如干将加到臂昌，手如干将，主要是说手的握力，干将的阳气最重，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。在人体里，《黄帝内经》云：肝变动在握，出生的婴儿骨若筋柔而握固，就是人的握力是从肝来的。肝为将军之官，谋略出焉，肝就像一位大将军，主意个人的谋略与做事能力。如果肝功能旺盛，那么这个人的手的握力必然大，而握力大的人也必然肝健旺。那么这样的人做事能力强，有勇气，敢闯敢拼，富于冒险精神，有勇有谋，敢为天下先，不畏艰难的韧性。那么这样的人一定事业成功。2. 发达的财纹，假如手掌中的纹路互相交错，能够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话，便称为财库，代表着财富。不管男女都会有不错的财运，不用付出太多，便会赚取很多钱财，很容易大富大贵。3. 太阳丘隆起，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财富。假如太阳丘长得丰满隆起，颜色明润的话，其人的赚钱能力会很强，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，并且能存得住的钱，一生不会为钱财所累。4. 理财纹深长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路，叫做理财纹。理财纹长得深长的人，通常都具有理财的头脑，无论是替老板、上司理财，或者是在大公司里面做会计出纳，还是自己投资理财，都会赚取很多财富，也具有大富大贵的潜质。5. 手中多财库在手相中，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，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，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。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，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，其人的财运会非常好，很容易大富大贵。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，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，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。6. 手心挖弼星家，手心在人体是劳宫穴，劳付出，宫地狱，该穴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此带动脾土中的水湿气化为气，穴内的地部脾土未受其气血之生，反而付出其湿，如人之劳作付出一般。这是一处火穴，火在人体主心，在人类社会事务当中主前途。劳宫学家的人前途光明，心地善良，富于献身精神。在集体当中，劳宫学代表大领导，劳宫学家的人会得到领导的破格提拔与青睐。那么什么样的劳宫学好呢？就是手心要凹陷，凹陷的手心劳宫学最发达，而突出的劳宫学力量最薄弱。手心如果突出，则一生事业前景暗淡，很难遇到机遇，没有贵人提拔，只能靠自己奋力拼搏，
7. 手掌厚实有弹性，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，活力充沛，财运事业基础好，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充满干劲，努力进取，最有赚钱的本能。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，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。有此首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。8. 大拇指第二节纹多在大拇指的第二节处，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，其人都很善于积攒财富。纹路越多，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，而且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。9. 中指比较长，中指长得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，很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，过上富贵的生活，因此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，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。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，做事大气，不拘小节，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，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。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。10. 食指上有三约纹，一般情况下，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。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，就叫做三约纹。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，一辈子不缺钱花，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。例如，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，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。11. 木星丘发达在手相中，食指根部的位置被称为木星丘。假如此处长得饱满隆起且气色明润的话，其人财运必佳，而且大多是靠经商致富，有成为之富豪的潜质。12. 男人手如棉，身边有闲钱；妇人手如浆，财帛满仓箱。男子为阳，女子为阴，手掌的肉属于脾土。脾土主后天物质世界，也主偏财。男子先天阳气盛，那么肝胆克制脾土的力量就大于女子；女子先天性阴，肝胆克制脾土的力量本身就小。所以男子手软代表脾土旺盛，女子手硬代表脾土旺盛。那么脾土旺盛的人必定财运丰厚了。第3， 5种招财手相。1. 看5个手指的情况，5个手指并拢无缝隙，表明这种人很能守财。反之，5个手指并拢起来，缝隙越宽，漏财就越严重，就算赚钱再多，都难于存钱，要尽早做好理财准备。手指修长的人，往往在艺术方面有很强的天赋，并且能得到一定的名声和威望。这类型特征的人，这种手相的人追求精神主义，渴望权力，喜欢高高在上的地位，对钱财却不计较，花钱很随性，所以赚不到钱。2. 看大拇指，人的大拇指第2关节，这个地方是表示财运旺衰的，此处无论是横纹还是直纹，纹路越多，表示积攒的财富越多。这种人多靠勤俭致富。大拇指节第2节指腹中的横纹，守财纹，有这种守财纹的，通常是能够守财的，理财能力也很好，会知道如何管理钱财，选择适当的投资。网格纹是大拇指下面的纹路，越密则越有财运。关注透天机，网格纹在这里的朋友，表示其人财运旺盛，赚钱比较容易，不论是上班族还是做生意的人，都会遇到好的赚钱机会。3. 看食指，如果人的食指上有一条横纹的话，那就说明此人有异性缘，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，往往都是由桃花来的。关注透天机，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，或者女孩会找到有钱的男人。人的食指与中指之间是代表勤奋与否的，如果这2指之间有细缝，说明此人善于思考，做事慎密，勤劳努力，所以将来必能出人头地，而有所成就，当然财富也会旺。在人的食指根部木星丘比较发达的人，这也是主财运的地方。木星丘在手相学称为巽宫，也叫钱财宫，这种人运势较好，因此财运必佳。木星丘饱满气色血色良好的人，财运必然旺盛，这种人大多是商业发家。
4. 看无名指与小指，指根部水星丘与无名指根部太阳丘之间的部位，如有出现十字纹，表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。这种人会有意外发财的机会，比如果买彩票中奖了等等。小指与无名指中间的下面的斜线称之为钱财纹，钱财纹如果比较多，并且比较清晰，代表着有较强的理财能力，擅长理财，特别是在生活上能精打细算，不会盲目开支花钱，总能把钱用在刀刃上。5. 看手掌的厚薄和软硬手相学上，手掌的厚薄代表一个人福分的多少。手掌饱满肉厚，并且张开手掌心能自然形成凹坑的人，是守财多福的手相。手瘦削无肉，掌心平平是月光族，花钱如流水，赚不到大钱也守不住财。拥有一双有弹性软绵绵的手，属于人生富贵的象征。如果再厚实的话，则代表着财运上比较丰厚，在理财上也比较有智慧，很有经济头脑。同时，他们在财运上也有好的运气，生活档次也比较高。手硬的人脾气倔强固执，虽然做事容易一根筋，但优点是工作上坚持执着有耐力。手硬而厚，可以白手起家，坚持努力后获得财富。手硬而薄则固执己见，事业上容易做错决定而导致一生贫穷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